大家好，我是 Tinvi， 今天我们来做基础的原味蛋糕卷。大家先学会做原味的，以后再做其他不同的味道呢，就简单多了。只要控制面糊的稳定性呢就可以了。那卷类蛋糕的面糊呢还分很多种，有分担面糊、舒芙蕾面糊、全蛋面糊等等。那之前有教大家做过的那个抹茶蛋糕卷呢，其实就是用到了舒芙蕾面糊。那分担面糊呢，还分为分担海绵以及戚风蛋糕的面糊。今天教大家做戚风蛋糕的面糊，因为它的做法呢跟戚风蛋糕一样，只是蛋白的打发和状态呢稍有不同。大家的基础打扎实了，以后我们再学习进阶级的蛋糕卷。那蛋糕卷的卷法呢，还分为很多种。那不同的卷法呢，我会选择不同厚度的蛋糕片。配方表中我有给出3个蛋和5个蛋的配方以及烘烤时间，做法呢都是一样的。烤盘的话呢，我用到这样一个大家常见的28×28的金盘，没有的朋友呢，可以用30升左右的烤箱标配的烤盘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材料有哪些。戚风蛋糕的面糊的原材料呢，有鸡蛋、细砂糖、玉米油、牛奶、香草精以及低筋面粉。那草莓奶油馅部分呢，有草莓果酱以及淡奶油。夹心呢，我用到的是新鲜的草莓。开始制作之前，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呢，我只演示一份3个蛋的面糊做法。那5个蛋的做法呢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蛋糕的厚度不同而已。那大家参考配方表中的温度和时间制作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会教大家2种不同的卷法，分别是1型卷和 O 型卷。那不同卷法的蛋糕呢，我用到的蛋糕片的厚度呢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奶油、水果和蛋糕片呢，它有一个比例。蛋糕如果太厚，奶油太少呢，很容易会淹着。那蛋糕片如果太薄，奶油太多呢，这样又会太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一个合适的比例来制作。那我们先把戚风蛋糕的面糊呢做出来。在做之前，我们要先把烤箱上下火170度预热。因为每个人的制作速度呢都不一样，所以呢我们要把时间设置为长一点。那烤箱在预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面糊做出来。首先我们要把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离。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蛋壳来分，不会的朋友呢可以用分蛋器来辅助哦。那我们用来装蛋清的这个蛋碗呢，要确保里面呢是无油无水的哦。配方表中我有给出鸡蛋的数量以及蛋清蛋黄的重量，这样子呢是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大鸡蛋和这样子一个小鸡蛋呢，它们蛋清的重量呢还是相差蛮远的，但是蛋黄的重量呢是差不多的。那么蛋清越多，做出来的蛋糕呢就容易塌和皱，所以我们要选择中等大小的鸡蛋。那我们把鸡蛋呢全部都分离出来，然后我们要先处理蛋黄的这个部分，跟戚风蛋糕一样，我们要先把这个玉米油、纯牛奶以及香草精加进去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个装有蛋黄的盆呢晃动一下，确保要让那个油呢包裹住蛋黄，这样子是为了防止蛋黄暴露在空气中结皮。蛋黄结皮，蛋糕卷烘烤出来呢就会有颗粒，不细腻了。那我们先把蛋黄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打发蛋白霜。我把这个蛋糕的所有糖量呢都放在了蛋白霜这里，这样子呢是为了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。虽然是戚风蛋糕的做法，但是蛋白霜打发的程度呢稍有不同，只需要打到湿性发泡呢就可以了，体积呢也不需要那么大那么硬。蛋白霜如果打得太硬，这样容易在烘烤的时候以及在卷的时候呢开裂。那我们先开动打蛋器1档，把这个蛋清呢打散。可以很明显看到打蛋器带起来的蛋白呢又泄下去了，这就表示蛋白打散哦。然后我们转高速，把蛋白霜打至全部变白，体积膨胀到2-3倍大的时候呢，开始加糖。我停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时候蛋白霜的状态，它虽然是泡沫，但是呢明显很粗糙，一碰呢就破的。我们只需要让它保持这个体积，同时变稳定呢就可以了。糖呢可以产生粘性，它可以让这个蛋白霜呢变细腻、变结实。让我们继续开动打蛋器，这次呢我们开中速，一边搅打一边把细砂糖一次性的全部加进去，不要用高速。高速第一不稳定，
第二，不好控制，容易打发过度到硬性发泡。那我们用中速的时间呢会久一点，给点耐心。打发过程中要注意把边缘不均匀的那些蛋白霜也打进去。你会看见蛋白霜的泡沫一开始呢是哑光的，然后会慢慢的变细腻，有光泽。那我们打到有光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停下来看一下这个蛋白霜的状态了，千万不要打发过度哦。那像这样子，它还能流动的长弯钩，说明还比较软。但其实这样子呢，已经是湿性发泡咯，用来做轻芝士蛋糕，蛋白霜打发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要做蛋糕卷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再打发一下，让它变得结实一点。那我们中速打发成这个样子之后呢，现在要转低速继续打发。因为蛋白霜不多，湿性发泡打到硬性发泡其实很快的。让我们低速打发之后呢，尽量就不要碰到盆壁了，让蛋白霜更加均匀、细腻、有光泽。但同时边缘的不均匀的那些呢，要记得打进去哦。通常我都会把打蛋头轻轻靠着碗边，逆时针转动，这样边缘的蛋白霜呢就会全部被打蛋器收进去混匀了。我们一直打发到蛋白霜的纹路开始变得清晰，那就说明差不多打好啦。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看一下这个蛋白霜的状态，像这个样子，打发到大弯钩呢就可以了，不要打发过度。打发过度的蛋白霜容易在烘烤的时候造成蛋糕卷开裂，以及太干燥，这样子卷的时候呢，它也容易开裂。那蛋白霜打好之后，我们要把打蛋头这些多余的蛋白霜呢给打下去。那我们可以现在开动1档的速度。开动打蛋器之后呢，然后慢慢提起来，关掉打蛋器，这样子就不会把过多的蛋白霜给带出来啦。那蛋白霜我们打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蛋黄糊部分。首先，我们用这个打蛋器把蛋黄里面的所有材料呢先混合一下，开动打蛋器1档的速度呢就可以了。打蛋头不需要清洗的，做蛋黄糊呢是不影响的。混匀之后，我们要把低筋面粉过筛加进去，然后开动打蛋器最低的那一档，把面粉呢混进去。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打蛋器从中间开始画圈圈，慢慢把圈圈的范围扩大，这样的面粉就可以均匀的被混进去了。混匀到看不见干粉呢，就要马上停止咯，避免搅打过度，面粉起筋。然后我们要用刮刀把边缘那些不均匀的面粉呢刮进去，抄一下底部，然后继续开动打蛋器混匀2圈，基本上面粉就会被混进去了。想要做出细腻的蛋糕卷，蛋黄糊呢过一下筛呢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那我们可以准备这样一个60目的单层碗筛，然后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碗，把这个蛋黄糊呢全部倒进去，然后用刮刀按压这个蛋黄糊，让它顺利的通过碗筛。过筛完之后的蛋黄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状态，它是非常的细腻的。这样子的蛋黄糊做出来的蛋糕卷是一定不会有颗粒的，它是出现纹路慢慢消失的状态。这样子的蛋黄糊就做好了。蛋黄糊过完筛之后，我们要用手动的打蛋器来检查一下蛋白霜的状态。稳定的蛋白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，但就算是成功的蛋白霜，我们也要用手动的打蛋器去抽打一下，检查一下哦。像这个画圈圈能看见一些块状的蛋白霜，其实这样子也是成功的蛋白霜了，只是表面呢有一点点消泡。那这些蛋白霜待会儿如果要和蛋黄糊混匀，会非常的费力，需要按压它，这样呢就会消泡。那我们画圈圈，然后抽打一下。那恢复细腻的蛋白霜，我们来看一下状态。那我们这样子细腻的蛋白霜加进去蛋黄糊里面混匀呢，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了。那我们需要把1/3的蛋白霜加进这个蛋黄糊里面，这样子敲2勺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用这个刮刀，用翻拌的手法，把这个蛋黄糊和蛋白霜呢混匀。蛋白霜因为经过用打蛋器的检查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它是非常容易的跟这个蛋黄糊呢混合在一起的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次混匀了蛋白霜之后，同样的要继续抽打一下剩余的这些蛋白霜，要注意把边缘上边那些不均匀的蛋白霜也要抽打到哦。抽打均匀之后，那我们这个手动的打蛋器呢就不需要使用咯，我们把它放在一旁。
然后把刚才混匀的这个蛋糕糊全部倒入剩余的这些蛋白霜里面。我们先把边缘的那些蛋白霜呢先刮进去，然后刮刀从中间滑入，抄起底部，刮着盆边提起来，一边转动蛋盆，不断的重复，轻一点，慢一点，翻拌均匀。面糊混匀完之后，我们要把它倒入烤盘中。这里我用到的是一个28×28厘米的烤盘。如果你确定你的烤盘的涂层呢足够好，那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垫，直接把面糊呢倒进去就可以了。那我习惯在烤盘里面垫一张玻璃纤维垫，把这个圈圈的这一面朝下垫进去，然后把面糊倒进去，距离烤盘大概15厘米的高度，把这个面糊倒进去，这样子可以把那些大泡泡消除掉哦。然后用刮刀把这个面糊先均匀的分布在烤盘的四周，然后我们用刮板把这个面糊呢稍微抹平一下，倾斜大概45度角，贴着这个烤盘的边缘，慢慢的移动，这样子面糊呢就会变平整了。刮刀也一样可以，看个人习惯了，我们只要把面糊稍微抹平呢就可以了。没办法全平的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里，弄太久面糊就会消泡，影响蛋糕口感就更不好了。磨好之后，我们拿起烤盘，轻轻拍一下烤盘的底部，把那些大气泡呢拍出来。那些细小的气泡呢，我们不要去纠结它，烘烤完之后呢是看不出来的。那面糊做好之后，我们5分钟之内送入烤箱呢是最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面糊送入烤箱，上下火170度，中程烤20分钟左右。智能烤箱可以设置烘烤的时间以及准确的温度。如果是机械烤箱的朋友，温度调到实际温度170度左右，时间调到20分钟。烘烤完之后，如果表面没有呈现金黄色，那就守在烤箱的旁边烘烤多3到5分钟，直到烤到表面金黄色就可以出炉咯。那蛋糕从烤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要轻摔一下烤盘，把蛋糕卷里面的热气给震出来，一下就好了，不要拼命摔哦，否则这个蛋糕的表面呢很容易塌陷的。那我们现在呢用手轻轻的摸一摸这个蛋糕的表面，如果感觉到它表面呢是干爽的，而且有一点硬硬的，那就表示这个蛋糕呢烤好了。我们如果轻轻触碰这个蛋糕表面，觉得它软软的，其实就说明它烘烤不足了。一般看颜色呢都能看得出来，表面上色过浅的，一般呢都会水分过多，然后容易掉皮。通常的话，我们下次烤的时候再烤多2-3分钟呢就可以了。已经出炉的呢就算了，那因为它容易掉皮，我们没有办法做正卷。做反卷的话呢，那就无所谓了。蛋糕从烤箱里面拿出来，摔了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要去动它了，让它就这样子室温冷却一下。等到表面不再散出热气了之后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。10分钟左右，蛋糕片呢就会自动收缩，边缘呢会有一点点泥膜，它这样子泥膜呢是很正常的。热气全部都散去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脱模，把蛋糕片往烤盘边缘的反方向呢这样子拨，确保这个蛋糕片的四周都跟这个烤盘呢完全泥膜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这上面盖上油纸。油纸一定要比这个蛋糕片呢长哦，大概长个1/3最少。盖上去之后呢，把它反转过来，轻轻的拿起来，那这个蛋糕片呢就离模了。还要把这个玻璃纤维垫给撕掉，轻一点，慢一点。我们还要在这上面盖上一层油纸，把这个油纸轻轻的卷起来，快速的翻转。把这个蛋糕片反转过来。为什么要马上翻转呢？因为蛋糕呢它现在还是热的，它会不断的有余热散出来，产生水汽，这样子会使得蛋糕皮呢粘在油纸上面，所以我们要马上翻转。那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呢，把它放在一旁，然后在上面呢轻轻的盖上一张油纸，防止干燥。那我们要等蛋糕片呢稍微放凉一下，才能进行下一步。蛋糕片在放凉的期间，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夹馅的部分。这里我用到的呢是草莓奶油馅。在我第1期节目草莓奶油蛋糕中有教大家如何制作，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哦。其实就是淡奶油加草莓果酱了。我用草莓果酱完全代替了糖粉。那我们现在先把淡奶油高速打发，
打至脱离水状，刚开始出现纹路马上消失的龙头状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打发到这个状态呢，就可以把草莓果酱加进去咯。一般我自己做的果酱加入的量呢都不超过淡奶油的20%。草莓果酱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用打蛋器高速把这个淡奶油和草莓果酱混匀以及打发，直到开始出现纹路不消失的状态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子呢就是抹面的状态了。我们用打蛋器转动这个淡奶油，其实它还是比较软的。那我们还要继续打发，开中速把淡奶油打至10分发。淡奶油呢要打得硬一点，否则待会卷蛋糕卷的时候呢很难成型，会塌下来哦。那我们打发到这个样子，纹路非常清晰的状态就可以了，不要再打了，再打呢就很容易油水分离，打发过度咯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呢就为之10分发咯。如果再打下去呢，它就会打发过度了。淡奶油我们打成这样子呢就可以了。那3个蛋的配方呢，我们来做1型卷。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蛋糕卷做好之后，我们最好要在1个小时之内呢完成卷的这一个步骤，否则放置太久，同样的也会因为这个表面呢过于干燥，然后卷的时候呢容易开裂的。那这个1型卷我打算做正卷，所以呢我还需要就是把它再次翻转过来，让有交色的这一面呢朝下，让这个蛋糕片呢放在这个油纸的中间。我们做1型卷，蛋糕片呢不能太厚，太厚的话呢就很容易折断，因为卷度呢太大。那我们在卷之前还要确认一下蛋糕的前后方的油脂呢有足够长，待会呢我们要把它卷起来的。那我们抹奶油之前还要准备一把刀，把蛋糕片的尾部把它斜切一下，这样子是为了让那个尾部更好的跟蛋糕卷结合。然后我们把奶油呢抹上去。一般1个蛋糕卷我用到的淡奶油大概是250克左右，也就是我们打发的这个量。当然还需要看你水果的多少，如果水果多一点，奶油呢就放少一点，但最少呢也不能少于200克哦。没有淡奶油的支撑，这个蛋糕卷呢也很容易断裂的。所以除了烤出成功的蛋糕片之外，我们还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哦。那我们把淡奶油平铺满整个蛋糕片之后，靠近身体的这一边我们要抹厚一点点，因为1的上半部分呢奶油会比较多，那我身体的对面也就是蛋糕片的尾部，奶油呢要少一点，否则待会儿卷的时候呢会把奶油挤出去的。那草莓呢我已经提前都切好了小粒了，我们把它铺在较高的地方，距离我前端的这一个蛋糕片3厘米的位置开始放这个草莓粒，放3排的样子吧。轻轻放上去就可以了，不要压得太实。把这个剩余的淡奶油全部铺在这上面，把那些草莓的缝隙呢都填满奶油，像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要开始卷了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擀面杖来辅助，把擀面杖放在油纸的下方，把油纸呢卷起来，一边卷油纸一边提起蛋糕。手指可以这样子辅助蛋糕片，然后压一下，刚好包住所有的草莓。然后右手擀面杖继续卷油纸，卷到蛋糕的这个位置，左手扶住蛋糕片，然后提起油纸，快速的卷起来。擀面杖必须是贴着桌子的，否则蛋糕卷呢是会散开的。最后用擀面杖贴着这个桌子，同时卷紧往身体这边拉，左手扯住底部的油纸往反方向拉，让这个蛋糕卷在油纸的辅助下呢成型，卷成一个圆。我们看一下两边，调整一下角度，把收口尽量放在中下方，用抹刀把两边修整一下，然后用油纸把它卷起来。因为现在的淡奶油呢还比较软，所以卷好之后，我们要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冷藏半个小时，定型以后再拿出来切件使用。油纸这样子卷进去是为了辅助蛋糕卷塑形。让我们用油纸把蛋糕卷包起来，就这样子就可以放进冰箱里面定型啦。接下来我们来做 O 型卷。那 O 型卷我用到的呢是5个蛋的配方。这个呢，我来做一个反卷，所以呢，有交色的这一面朝上放凉了之后呢，就不需要再翻转了，直接在上面抹奶油馅呢就可以了。
搭配这个 O 型卷，我用到的呢是香草奶油馅，这里呢我已经提前打发好了，其实就是淡奶油加糖粉以及香草精打发出来的奶油馅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要打到10分发，奶油要足够硬，这样子 O 型卷才不会塌哦。那我们抹奶油之前，同样的把这个蛋糕的尾部呢斜切一下，让它更好的跟蛋糕卷呢贴合在一起。接着我们要把淡奶油呢倒在蛋糕片的中间，要用一把抹刀把奶油稍微抹平一下。做这个 O 型卷，我们只需要中间呢，就是做一个小山丘，两边的淡奶油呢都尽可能的薄一点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中间呢有一个小山丘，因为呢我们要在上面放草莓。做这个 O 型卷，我们用到的水果呢要切大一点。那我今天用到的呢是草莓，所以呢就不用切了，整一个轻轻的放在奶油里，像这样子对角放，整齐排列。好了，我们大概放到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把剩余的这些淡奶油呢给刮进来，填满这个草莓的缝隙。那我做这个 O 型卷用到的淡奶油呢，大概是300克左右。把它修整一下，变成一个半圆形。这样子我们卷起来的时候呢，塑形会更加的容易。好了，那我们抹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把它转过来。双手放在这个油纸的下方，托起蛋糕，然后像我这样子把它捂起来，然后呢，把那个蛋糕的尾部呢对接，轻轻的压一下。因为呢它还没有完全接上，所以呢我们要把油纸这样子对折一下，把它尽量的压紧。稍微定型个10秒钟之后呢，再放开油纸。定型完之后呢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现在呢是一个水滴的形状，那所以呢我们还要用擀面杖辅助我们把它塑形成一个 O 字。然后提起这个蛋糕，把这个接口处放在这个蛋糕卷的底部，左手扯住这个油纸的底部，右手往身体的反方向拉扯，定型个10秒钟左右，把那个接口处放在蛋糕卷的最底部。我们定型完之后呢，可以打开看一下，它现在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圆形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用刚才那个做1型卷的方法，用手来塑形一下。我们再打开看一下，那两边呢会有奶油呢挤出来不平整，我们也要用抹刀把它稍微的抹平一下，然后呢再把这个油纸卷上。我们用手把这个油纸塞进去蛋糕的底部。好了，同样的，我们要把它放进冰箱里面，最少冷藏半个小时以上。定型了之后，再拿出来切件装饰以及食用哦。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做蛋糕卷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注意事项。基础蛋糕卷除了1型卷、O 型卷之外，还有正卷和反卷。如果是正卷，需要放凉之后再翻转一次，然后再把馅料卷起来。反卷呢就无所谓了，像这样的反卷，那我们正面放凉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放上奶油卷起来了，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。正卷的重点呢就是这层皮，我们要防止这个外皮被油脂粘掉。为什么蛋糕片烤好之后会掉皮呢？第一个，出炉之后热气未上尽呢，就倒扣脱模了，而且交涉的那一面是朝下的，热气上出会产生水汽，水分呢又被蛋糕片吸收了，而变得湿黏，皮呢就粘在油纸上了。所以我们要等热气都上去了再脱模，以及倒扣完之后要马上再倒扣一次，让交涉的那一面朝上哦。第二，有可能是因为蛋白霜打发不足、太软不稳定，或者是蛋糕糊消泡造成的。这样子水分过多，有可能会一直烤不熟，表面黏黏的，所以会掉皮。如果硬是把表皮烤干了，估计也卷不起来了，因为整个蛋糕体的水分呢流失过多，太干了。这样子卷的时候呢，它不掉皮，但是会直接断裂或者是开裂了。所以蛋白霜要打发充足，成功的蛋白霜是会发亮的。如果是哑光的蛋白霜，要么就是你减糖了，要么就是鸡蛋不新鲜或者打发不足。初学者一开始建议还是不要减糖。那减糖之后的蛋白霜因为容易消泡，所以我们拌匀的速度呢要快一点。做好的面糊要把它尽快的送入烤箱，这样子是阻止它继续消泡的最好方法。
第三，因为烘烤不足，表面未完全结皮，水分过重，这样子也会掉皮哦。如果出现这样子的情况，下次再多烤几分钟呢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，但只在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呢使用。刚出炉的时候，如果触摸表皮只是相对较软一点，脱模之后交涉的那一面朝上，不用盖上油纸了，直接让它暴露在空气中，让蛋糕体的表面呢挥发掉一些水分，这是在不严重的情况下补救的。如果表面都能看见反光的糖分浮面，那怎么放它都一定会粘油脂的，所以面糊一定要做好。消泡的面糊是有可能会烤不熟以及掉皮的哦。蛋糕卷为什么会开裂呢？如果是烘烤的时候就裂了，那有可能是蛋白霜打发过度了，或者是烘烤温度过高，导致表面结皮过快，面糊还没有完全熟透，还要继续膨胀找出路了，所以呢就裂开了。那解决方法就是蛋白霜不要打太硬，以及把温度呢调低一点点。家用烤箱一般都会有温差，建议买一个烤箱温度计测试一下实际的温度。如果是卷的时候开裂，那原因呢就比较多了。首先第一个，蛋白霜打发过度了。那不熟悉的朋友在蛋白霜加入细砂糖之后呢，开中速继续打发，这是避免打发过度的最好方法。第二，烘烤的时间太长了，表面结皮太厚，而且失水过多，那我们要学会调整温度。如果是配方中的时间和温度，表面呢是不会上色过深的。那烘烤的时间呢也不宜超过30分钟，否则表面呢会因为烘烤过度，蛋糕整体的水分流失过多，导致卷的时候呢容易开裂甚至断裂。那烘烤的温度呢在165度到180度之间呢都是可以的。温度高呢就少烤几分钟，温度低呢就多烤几分钟。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，那170度是我觉得烤出来口感相对较好的一个温度，所以配方是使用这个温度烤的。如果只是边缘过硬，那我们可以把较硬的蛋糕边切掉，然后再把它卷起来，这样可以防止边缘裂开。第三，脱模放凉的时候没有在蛋糕表面盖上一张油纸，防止表面干燥，或者是放凉的时间太久了，让表面失水过度，导致卷的时候开裂。解决的方法就是记得在蛋糕片脱模之后，无论是正卷还是反卷，都要在蛋糕片的上面盖上一张油纸，防止干燥，以及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卷的这个步骤。第四，卷法不对，卷度太大导致的裂开。解决方法就是要根据蛋糕片的厚度来选择合适的卷法。如果你用5个蛋的配方去做1型卷，那因为卷度太大，肯定是会断的，而不是裂开了。第五，如果是其他的配方，面粉过多也会造成开裂的。整个蛋糕体过于结实，所以不容易卷起来。所以如果是戚风蛋糕卷，要选择合适的面粉和液体的比例哦。蛋糕卷烘烤的时候为什么会鼓包呢？一般都是因为蛋黄糊和蛋白霜没有完全混匀，蛋糕糊的某一部分蛋白霜含量过大，导致膨胀过度而鼓起来了。轻微的鼓包不需要太在意，影响不大的。如果是鼓包严重的，就要认真想想蛋白霜检查的那个步骤是不是没有做好了。如果蛋白霜有一块块的，是很难和蛋黄糊混合均匀的，也会增加拌匀的次数，造成拌匀过度消泡。而且比较小的那些蛋白霜在翻拌过程中还容易忽略看不到，这样就会造成烘烤的时候鼓包了，要注意哦。为什么蛋糕会有面粉颗粒呢？因为你没有混匀蛋黄糊啊。又保险又实用的方法，刚才已经教大家了。蛋黄糊过筛呢是很有必要的，但是要快速过筛，不然时间太久，蛋白霜会消泡的。为什么脱不出毛巾底呢？如果是直接用烤盘烤的，无法顺利脱模，那有可能是因为模具的涂层不好，或者是老化导致的。烤盘呢都是有涂层的，跟不粘锅一样是需要保养的。那金盘一般刚开始呢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，用久了洗多了，不粘性呢会减弱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厨房纸巾沾一点油，用力的抹匀烤盘，然后清洗干净呢就好了。涂层表面呢是有凹凸点的，油会先进去凹洞里面，从而达到不粘效果。但是如果抹太多，或者没有把表面洗干净，那脱出来就不是毛巾，而是光滑发亮的蛋糕片了。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哦。
如果是像这样子用玻璃纤维垫或者是油布脱模不干净，有部分蛋糕皮粘在了蛋糕上，要么就是烘烤的温度过高，或者是烘烤的时间过久，要么就是没有完全放凉就脱模了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玻璃纤维垫之前烤过重油的点心，油没有洗干净，变成局部的不粘模具了，就像不粘锅一样。那解决的方法，首先呢就是要调整烤箱的温度，以及注意烘烤时间。再一个，蛋糕片出炉之后，要等热气散去之后呢再脱模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把玻璃纤维垫或者是油布洗干净，或者直接用一次性油纸吧。一般烤蛋糕卷模具里面呢，我都会垫油布，或者是玻璃纤维垫，又或者是油纸。但因为没有那么刚好的油纸，而且每次都要剪，所以我会选择油布或者是玻璃纤维垫。但其实油纸呢是最好的，因为烤完之后不用洗烤盘，可以继续烤呀。其他的烤完边缘呢都会有一层蛋糕屑，我们还要擦一下。如果大家想要做可可口味或者是抹茶口味的蛋糕卷，需要适当的调整配方中液体的用量。这里我给出2个配方供大家参考。那不同牌子的可可粉、抹茶粉和低筋面粉吸水性呢都不一样。这里我用相同克数的牛奶混合相同克数的可可粉、抹茶粉以及低筋面粉，大家可以看出这几种粉类的吸水性呢是不一样的。那制作蛋黄糊的时候，如果觉得面糊太稠，可以适量增加牛奶的用量来调整蛋黄糊的浓稠度。加了可可粉或者是抹茶粉的面糊一定要过筛。想要做出细腻的蛋糕卷，这个步骤很重要，因为可可粉和抹茶粉里面都含有让蛋白霜加速消泡的成分，所以拌匀的速度呢要快一点。混匀之后，我们就要马上把它送入烤箱进行烘烤，这是阻止它继续消泡的最好方法。弄得越久，消泡呢就会越严重。表面的泡泡肯定是有的，但烘烤之后呢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就不要特别纠结那些小气泡了。但如果是大气泡，还是要用牙签戳破的哦，大家记住了。如果大家用其他品牌的粉类，那就根据刚才视频中的做法，加入牛奶调整面糊的浓稠度，否则蛋黄糊太稠，面糊很难和蛋白霜混合的。增加拌匀次数，这会让本来就比较容易消泡的面糊呢消泡得更严重，最终会使得蛋糕卷有可能烤不熟，或者是水分过重，出现布丁层以及塌陷。蛋糕卷为什么会回缩呢？蛋白太多了，膨胀过度，所以回缩了。选择中等大小的鸡蛋，因为鸡蛋越大，蛋白呢就会越多，但是蛋黄的量呢却差不多的。没有烤熟，所以回缩了。确切把蛋糕烤熟了再拿出来，否则一离开烤箱，它就会迅速的凹陷咯。蛋糕糊消泡了，认真打发出稳定的蛋白霜，与蛋黄糊混合的时候要注意拌匀的手法。面粉起筋了。蛋黄糊中的粉类材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减牛奶的用量，否则水量太少会起筋，太多呢会加速面糊的消泡，这都会使得蛋糕回缩的。那这里呢是我提前已经定型好的蛋糕卷，准备一把锋利的刀，把它们切件。让我们把这个有夹心的1型卷切好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食用哦。这里呢还有2条卷，里面呢我没有用任何的水果夹心。那首先呢是这个 O 型卷，我们呢要把它切一块出来，稍微切厚一点，然后呢我们用手把这个蛋糕平移到碟子上，把它团成一个圆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放上一颗草莓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小蛋糕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夹任何水果夹心的1型卷，那么因为它没有水果夹心，所以卷起来呢它会比较小。同样的，我们先把它切出来，切得比那个 O 型卷呢更宽一点，像一个圆柱形。这里我还准备了一些打发好的淡奶油，我把它打到了9分发，就是裱花的状态。那我这个花嘴呢是一个曲奇花嘴，我们在这个奶油的上面挤一个奶油花，一个2圈，一个3圈。那高的这一个呢，我们可以把草莓把它放在旁边，围着这个小蛋糕。我们把这样子半个的草莓放上去之后，那蛋糕版的水果塔呢就做好了，它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？那这一边我们也可以放上其他的水果。那我这里有奇异果，把它切成薄片，对半切开呢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这样子摆上去，像一个扇形一样。
好了，蛋糕卷的造型呢，其实还有很多，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装饰出属于你的蛋糕卷吧。那这个基础原味蛋糕卷呢，就做好了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去到我的网站 teamwee.com 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大家的。如果大家也有做出来，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以及去到下厨房交作业哦。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大家可以扫描画面中的二维码，或者在微信里面添加好友，搜索Teamwee田野就能关注我了。点击公众号菜单中的视频教学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全部视频，那你可以查找到配方和参考工具、图文详细的制作步骤、交作业等等。如果有不懂的问题，还可以直接留言咨询。另外，我们的烘焙小店也开张了，欢迎大家光顾哦。